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要跟你摆脱关系。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摆脱你对我的纠缠？跟你纠缠？莫非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撞到莫非？对不起，莫非，莫非，碰我！莫非，莫非，莫非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我受够了你的莫名其妙了。我是在关心你。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你想听实话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爱唐明轩。不管他做任何决定，我都爱他。我相信他是有苦衷的。你满意了吗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喜欢你。可是我不喜欢你。莫非，莫非。Alice， 我忘了拿水壶了，你在这等我一下吧，我回去取。你没事吧？谢谢。你扶着点，扶着点。我就是想出去晒晒太阳。哦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生了病之后记性就特别差，如果没记住你，跟你说声抱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，要不我推你下去？行，刚好我也没事儿，小心啊。我叫莫非，你呢？叫我 Alice 吧。Alice。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谢我什么？要不是你，我可不能出来晒太阳。为什么？我哥交代护工，不能把我带到离医生办公室30米开外的地方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哇，我说你哥也太小心你了吧？这人呀，就像花花草草一样，不晒太阳呢就会枯萎。尤其你生病了，当然要多晒太阳。我就要严厉批评你哥。我哥就是这样，我又拗不过他，就只能听他的了。哎，行吧啊，不过这医院就像一个牢笼，把我锁住了。我只是得了一个轻微的脑震荡而已，医生就不让我出院，快憋死我了。哎，你呢？你得什么病啊？我经常头痛，神经性的。头痛是偏头痛吗？听说偏头痛还挺麻烦的。不过我动了手术，应该很快就会出院的。刚弄的手术啊？那你确实应该听你哥的，不要倒出来吧。可是你刚刚还说，我哥管我管得太严。哎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哎，你在这儿啊？护工来了，看来我得走了。没事儿，我可以去找你爸。好啊，
你怎么跑出来了？走吧，我们赶快回去。他怎么不认识我了呢？他不是去法国找国防教育吗？哎呦，我说还是我弟对我最好了，给我带这么多东西来，你看连铅笔都给姐姐带过来了，怎么这么懂事呢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还给姐姐带了三明治啊！你怎么知道姐在医院吃不好呢？我跟你说，这儿的厨师连你这么一丢丢都不如，完全……这是给露珠吃的。哎呦，头又疼了啊！你说你姐也是好可怜啊，得了脑震荡又住院，还不给吃个三明治。你还知道你自己脑震荡了，住院了？对不起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不告诉你。可是我不就是不想让你担心吗？现在知道自己错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啊？是不是以后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只能靠血缘了？我已经道歉了，你干嘛这么凶嘛？不然你以为我们靠什么维持到现在？你都这样了还跟我顶嘴啊？我哪样？我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啊，你脑袋也没事了。你现在挺好了，你非要做什么手术你才满意是吧？我脑震荡需要做手术，你们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？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害莫非姐这样的。要不是我，她也不会住院，头也不会这个样子。还害你们俩吵架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莫非姐。露珠，我们平时相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对，这我们日常小节目。对。你们真的没有吵架吗？我当然知知道。道了，你们在吵架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会吵架？我们俩是吧？哎，你看我们关系多好。对呀。好了，你快，我们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，是吧？快给你别姐收拾。拿去吃啊！莫非，快进来。我就知道你无聊，怎么你哥没来陪你啊？他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可是你这个房间可真是大哦。哎，你是不是什么富家千金呀？若是的话，你们家的矿肯定不小。是我哥有点夸张了。哎呦，你哥对你真好，你命真好，不像我，我有一个不把我气得半死就不罢休的弟弟。你性格那么好，你家呀一定特别欢乐吧？那倒是，我和我弟啊都挺没心没肺的。不过我们俩那是从小吵到大，不像别人家那都是亲姐热弟的，轮到我们家那就是一个小型的相声专场。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的工作不会是说相声的吧？我怎么可能是说相声呢？我只不过是乐观而已。下次啊，我一定把我哥介绍给你。他呀，性格也特别好。不行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主要是我这个男朋友呀，很古怪，他不喜欢我跟别的男生单独在一起，不然的话，他那个脸就……嘘。你可真是个开心果。哎，我帮你。你是不是累了呀？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我也回去了。那你就早点回去吧，我哥一会儿也来了。那我走了，你有事儿随时叫我啊。哦，加个微信吧。我不用手机。是不是因为你生病了，你哥不让你玩啊？
没事儿，那我没事儿就过来找你呗。把这些都给我带回去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你！你这到底是住院来了，还是换个地方搞设计了？哎呀，这不是太无聊了吗？不做点事情打发时间啊？就不能老老实实当个病人吗？哇，那么多好吃的。我看你是来这儿春游来了吧？让你管啊，都给我带回去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要去见一个朋友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了。你们那个小店里我也坐不下。莫非姐，你这才住院几天，就交到新朋友了？谁让我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莫非呢？不跟你说了，走了。再吐舌头。拜拜。拜拜。莫凡，他一个人真的可以吗？哎呀，你不用管他，别说医院了，你把他丢进山里，他都能跟猴子打。你有点夸张。做好的只有这一个了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但你先用着，等我回去再做给你。莫非，我好喜欢，谢谢你。真的吗？别客气。但是这样子会不会很麻烦呀？这有什么麻烦的呀？我自己平时就喜欢做这些。这样，等你病好了之后呢，回去我给你做一身漂亮的衣服，让你美美的。好。可是，我好像都没有什么能送给你的。你嘛，就把你的微笑送给我。好，加油，一定可以好起来的。来了。这么心有灵犀啊！我从苏州回来，你就赶过来。你到底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我是怕你们担心嘛，就不想让你们担心，结果你们两个都过来找我。但你知不知道，你不跟我说，我会更担心。对不起。伤得严重吗？看都好了，都好了，没事了。说没事了，我会心疼。过来，过来。疼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的事情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知道吗？要不然这样我会更担心你，好吗？知道了吗？是。自己一个人在医院过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吃得好，睡得好。倒是你，看你黑眼圈那么重，是不是我不监督你睡觉，你就不好睡觉？我看不到你，就会失眠，睡不好，就会很想你。我也很想你。来吧，陪我睡一会儿。啊？抱着你睡觉，感觉真好。不是我很生气。我眼中怎么办？睡觉的时候谁都不能打扰我，都没有你重要。隔壁对我的审判结束了。瞎说什么呢？哪有什么审判？那你的脸色这么难看，我脸色难看吗？判了我死刑啦？
不要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那我说别的，你听吗？你只要不说这些，你说什么我都爱听。哥，别生爸的气了，好吗？爸收购凯曼真的没有恶意，是你误解他了。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你的病情，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可是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啊！在我知道这3年你为我做了什么，你知道我的内心是多么的自责和难过吗？哥，我们是兄妹，兄妹之间应该要相互扶持，而不是相互拖累的，不是吗？对。哥，放下和爸的仇怨，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和他吵了，好吗？哥保证，再也不会让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放心吧，哥哥不会再这样沉迷下去，我会做出成绩来，让你为我骄傲。好。明轩哥、雪玲姐，谢谢你们一起来看我，还给我带了这么好看的花儿。还有这个呢，相信你会喜欢。刚才我们俩在书店碰到了，就一起过来了。关键是我们还同时看中了这本书，结果被他捷足先登啦。这个书名啊，一看就特别好看，谢谢明轩哥。你喜欢就好了。可是我自从生了病之后，精神就会变得很差，总是会很累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把这本书看完。没关系啊，我只要一有空就过来读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可是我怕影响你工作。我可以抽空啊。他要是没时间，我可以来读给你听啊。不过，你不要失望哦。才不会呢，我就是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而耽误了你们的工作呀。哎呦，别那么想。我们俩要真因为你忙得应接不暇，那你就是明远员工的救世主，还没准他们会把你供起来也说不定。哎，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的一件事情，你们记不记得？小的时候啊，我哥还有明轩哥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，他们去找我，结果被蜜蜂给蛰了，眼睛肿了那么大。记得这个事儿，因为这事儿他们俩好多天都没去上学。是。你们俩还笑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这个事情，我现在看了蜜蜂，我还有阴影。可是小的时候，我们4个就是这样说笑的。可现在唯独少了我哥。哎呦，倩倩，你哥他们俩就是在怄气呢。小时候不也这样吗？经常吵架，经常和好。你现在就得好好养病，等身体养好了，他们俩也和好了。对，等你养好了之后啊，咱们大家一起出国旅行，把你哥哥一起叫上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你明轩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嗯。没想到
我们会想到同样的礼物送给芊芊。咱们是从小一起长大，肯定会知道她喜欢什么呀。是啊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她在我们心里永远都是那个小妹妹。这种情谊真的是很难割舍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，当人慢慢的长大，很多东西就变了？我现在真的希望倩倩可以马上好起来。莫非，你那边采风怎么样啊？不太顺利。回来调查了之后，才发现手工苎麻真的已经很难找了。现在其实都是机器批量生产的。机器批量生产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那是看不出来的。可是仔细看的话，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。那怎么办呀？那能怎么办？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继续找苎麻。那你好好找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手上这个秀结束了就回去了。等一下啊。看你这个表情，肯定是你家唐总给你打的吧？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吧。你下次一定要拉你弟弟给我看看哦。好，拜拜。喂，明轩。宝宝，下楼了。这么着急干嘛呀？我又不会消失。因为我想早一秒见到你啊。那下次我要更早一点过来。你是从公司来的吗？是啊。那你这么晚为什么过来啊？宁愿你在公司多睡一会儿。可是我不过来，我更睡不着。看不到你就睡不着。哎，对了，你最近为什么都没有更新你的电台给我听啊？你也知道嘛，我一直在忙大秀的事情。这么辛苦，又瘦了，就说你瘦这么开心，是不是？那我说你现在在忙完了，是不是就睡得着了？可是我现在肚子好饿呀。肚子饿了。那给你煮面吃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呀？我怎么眼光这么好啊？找个这么好的女朋友。是啊，眼光真的很好。小心，小心，我来。好了吗？我来，你去弄那个。好。这样莫凡在家。莫凡在家怎么了？他都那么大了，什么不懂？都看见了，如果装作没看见。那也不好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说你慢点吃。真好吃，面还是生的呢。真的吗？那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再去煮一下。那你怎么还吃这么多啊？因为这是你为我做的爱心面。
晚上是不是没吃饭，吃这么多？我晚上吃了好多呀，但是让你做的面这么好吃啊，这控制不住啊。我说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啊？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要健健康康的。我还要跟你在一起好久好久好久。想要跟我在一起好久好久好久，那能不能别让我那么辛苦啊？我什么时候让你辛苦了？不让我辛苦是吧？哪里让你辛苦了？吃完了面什么都不做了，睡觉了。睡觉。你要不要回去睡？我为什么要回去睡？我想在这跟你一起睡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第一次到巴黎找我是为什么呀？那个时候呢，咱们两个闹了矛盾，然后你就跟我玩失踪了，到处躲着我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唐总念记仇哎。我不是记仇，是我们两个一起发生的每一个事情，我都要记得很清楚。真的？这个周六你有什么安排啊？想好了？周六工作啊？我说工作，工作你就知道工作。周六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啊？首先，周六不是你过生日，然后也不是我过生日。周六不是情人节，也不是七夕情人节。我就知道，男人都是大骗子。刚刚还说跟你的细节所有都记得，记得什么？心里只有你。只有我你不记得，什么都不记得吗？大骗子！大骗子睡着了。抱着你睡。
会演了。我不来你得偿命，我来了你得什么病啊？都是因为你，还不是你的个人问题。小破孩少管我的事儿，吃一饭。我也想好好吃饭呀，可天天这样谁受得了啊？谢姑妈，我只顾着跟莫非这约会，他不管我了。能不能大点声说话？叽叽咕咕的干嘛呀？大点声。哥吃饭。不就说那莫非吗？我就觉得奇怪了，雪玲多好啊，你怎么不知道抓紧呢？就别管他的事情了。我是他妈，我不管吗？他现在又不是小孩子，他是成年人，他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我们应该尊重他。你别走！哎，你看，说两句就走了，每次都这样。而且两个都跑了，都是你说的，都是你惯的。早饭都没法吃。你也别吃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！莫凡，我说这鸡蛋都是生的，你让我怎么吃啊？不是你说爱吃溏心蛋，我有说过吗？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啊！你上次今天这个地上全都是一层头发，你有打扫地吗？我昨天才……刚刚我去卫生间的时候，那个衣服都堆成小山了。莫凡，我说虽然我是你姐姐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姐姐我就会让着你，该你值班的时候你还是要认真的打扫。姐，你是不是那个来了？你怎么整个人都炸毛了？我那个来了怎么着了？开门去。谁呀？找你的。快递吗？自己去看了。你不能说一下吗？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，非让姐姐走。这么累了？今天是我们两个相识的第200天。之前我装作不记得了，就是想今天给你一个惊喜。为什么要等一下？啊？等我一下嘛，等我一下。不要嘛，现在就下来，现在已经很美了。等我一下。快接吧。原来他都记得。你还吃不吃啊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吃吧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看不清的？有1周多了。小雨啊，我女儿这个眼睛是暂时性的，还是以后一直都会这样？方先生，爸爸出去了解一下，放心。都是哥哥不好，是哥哥不对，没有照顾好你，都是哥哥的错。哥，不怪你，你别自责。我再去了解一下你的病情，你在这儿乖乖等我，方倩脑中的肿瘤体积不断增大，然后压迫了视觉神经，所以才影响了视力。而且随着肿瘤的体积不断增大，如果不及早手术的话，也许会失明，而且其他方面会受影响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稳定病人情绪，多陪伴，多照顾。同时，我也希望你们作为家属呢，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不过最终的结果呢，还要等到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知道。现在根据方倩的情况，
我建议及时手术切除肿瘤。那切除了还会不会复发？会有这方面的可能。那复发了是不是还要再开颅？这一次一次的开颅，谁受得了？肖医生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真的怀疑你水平到底行不行？小月，方先生，你不要激动，我很负责任的讲，目前这个方案是最适合方倩的，也是最有效的。那成功率是多少？坦白的讲，比之前的10%高不了多少。姐，你好了没啊？唐总都等你1个多小时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跟他说一下，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好了。放手。我马上过来。谁呀？进去。明轩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接到方叔电话，我就马上过来了。不好意思，还是让你知道了。我爸他就是太紧张了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就这样了，还跟我客气吗？你为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自己一个人扛着？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。男人突然爽约，十有八九啊都是有事儿。我建议你好好的查一下。哎，我说你这10有8九的概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呀？我倒没有科学的依据啊，我就是让你领会一下这个精神。我可是过来人，我告诉你，男人就是世界上最不可信的生物。你说唐明轩呢？他是真的有事儿，还是假的有事儿，还是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可要真的查一查。要是这个刚有一点苗头，你一查，他一紧张，一下就把那个火苗给扑灭了。
我说你可别疑神疑鬼了，我相信他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就这么相信他呀？我跟你说，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生物，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。你可不要信男人那些鬼话。再说了，你那个唐明轩多的是女人喜欢，你小心点儿。我说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？还有啊，我今天找你来是陪我聊天的，可不是让你给我添堵的。我说的有错吗？我要是没有我们家程阳，要是看见唐明轩那样的男人，我也要撩一下哦。我说你越说越夸张了。我觉得呀，在感情里面，两个人信任是最重要的。而且最近他一直在忙万彩云烟的事情，大秀马上也要开始了，很多事情都离不开他的。算了算了，我觉得你已经没救了啊！恋爱中的女人呢，就是头脑发热，你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呢，脑残。你可别忘了，我当初是怎么相信程阳的，结果你也看到了。我说我今天找你来是不想浪费我这精致的妆容，你要是再喋喋不休的话，我就走了。我不说了，行吗？为了你这个精致的妆容，你赶紧吃完，我带你逛街去，让街上所有的男人都看看你今天多么的美丽动人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倩倩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担心她，想过来看看她。你我心里边都特别清楚。你来找倩倩就是为了抵消自己内心的愧疚感，对吗？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永远的从倩倩的世界里消失。永远。你没有资格这样要求我。果然还是关东煮吃着最有幸福感了。是呀，好久都没有吃了，哎呀。好吃吧？谁呀？唐明轩吗？问问他，到底还知不知道你是他女朋友啊？这天到底要干嘛？再见。喂，明轩。对不起啊，爸爸。我今天临时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改天我跟你道歉，好吧？没关系，我相信你。我现在和嘟嘟在一起呢，我们难得出来，然后就在外面逛一逛。这样吧，等我回家之后，我打给你好不好？那你努力工作啊。拜拜。我说你也太没出息了吧，这么简单就原谅他了？哎呀，我知道他工作很忙，不想给他造成困扰。大了的女人真是难做。不过啊，你今天跟我说这些说一天了，你是想说服我呢，还是想说服你自己呢？哎，雪莲，行，我现在马上回来啊。雪莲，明轩，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啊？我有东西要给你看，我怕陆阿姨看见不太方便。这个是我上次说过的，托朋友找到的国外脑科专家的资料，你看看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就让他尽快飞到国内来给倩倩治病。应该马上把这个给小雨啊。
我觉得这份资料除了可以成为倩倩的救命稻草之外，也许也能成为你跟方笑瑜之间的良药。所以我认为，你亲自给他会更合适。你怎么了？看上去心情不太好。我刚刚从医院回来。是倩倩，她又怎么了？她现在已经失明了。失明了？哥，我又想回家了。等你的病养好了，你以后想在家里待多久，我就陪你多久，好不好？我有点累了。那行，我陪你回病房。来，旁边坐一会儿。哥，我最近总是会梦到小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多快乐呀！倩倩，你现在该想的是怎么把你的病给养好，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我昨晚梦见妈了，妈说她想我了，她还在梦里跟我招手呢。哥，我也想她了。倩倩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死亡真的很可怕吗？咱们大半夜的，不聊这些好不好？你不是说还要去非洲吗？那边的同事还在等着你呢。咱们不能出尔反尔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还要带你去周游世界，带你去遇到好多好多的好男人，遇到那个把你捧到手心的好男人，好不好？哥，你是哭了吗？没有啊。对不起，我就是随便感慨一下。走，带你回病房。好。
你怎么来了？心情不好，能陪我聊会儿天吗？是因为妹妹的事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他的病情又恶化了。那医生怎么说啊？需要做手术，但是风险很大，我特别担心。那也要做手术，至少还有治愈的机会。我说你乐观一点，不然你妹妹看到你每天这个样子，她也不会开心的。那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去照顾你妹妹吧，我又回去了。莫非你能多陪我坐一会儿吗？真的已经很晚了，我真的要回去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在吃关东煮的时候，唐明轩在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想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因为我不了解他，所以我就要相信你。那你相信他吗？我相信唐明轩，所以不管你说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相信你。方小雨，你干嘛？你是疯了？方小雨，我说你到底要干嘛？带你去见唐明轩。我不需要你带我去见他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停车！我说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胡闹啊？在你眼里，我像在胡闹吗？在你这儿，我天天都像胡闹吗？我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要跟你摆脱关系。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摆脱你对我的纠缠？跟你纠缠？莫非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撞到我，莫非？对不起，莫非，莫非，碰我，莫非，莫非，莫非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我受够了你的莫名其妙了。我是在关心你。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你想听实话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爱唐明轩。不管他做任何决定，我都爱他。我相信他是有苦衷的。你满意了吗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求求你了。我喜欢你。可是我不喜欢你。莫非，莫非。通过检查来看，你的身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不用再来医院复查了，但是还要注意在家多休息。谢谢您。您能再帮我开点擦伤的药吗？怎么？我额头这边。哦。哎呀，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啊？3天2头跟自己脑袋过不去。要不你再多住几天吧。不用，我保证您是最后一次看到我。
冷静。啊，没什么，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。我的病会有一些并发状况，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不说我了，莫非你怎么样？你的病好些了吗？我都好了，我今天是来做最后的复查。那我以后是不是见不到你了？哦，不对，我现在也见不到。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我来吧。现在医疗这么发达，你只要乖乖配合医生的治疗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好起来的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。当死神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恐惧，我甚至连做手术的勇气都没有。呸！我不许你这样说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就给死神打个电话，你自己听他怎么说。喏。莫非，谢谢你，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，我真的很幸运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。虽然以后我不能经常来医院看你，但是我依然会陪在你身边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有一个叫喜马拉雅的电台吗？我平时会在上面分享一些自己遇到有趣的事情。如果你无聊的话，就可以去听我的电台。你还有自己的电台呀，莫非？哎，手机。你没有手机。小杨，你手机借我一下。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那如果你无聊的话，就跟小杨说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莫非。你干嘛说这么多次谢谢呀？我知道你生病了会有一些沮丧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好好接受医生的治疗，好不好？人生总是会遇到很多挫折的，我们只要坚持一下，一定可以看到希望的。好。又来干什么？这个李先生呢，是治疗这方面疾病的权威，你可以看一下资料。好，我会让肖医生把病历传给刀子里的。我已经跟肖医生说过了。等着我说谢谢你啊。我没有那个趣味。李医生的合作呢，是需要病人家属的签字的。我会签的。你走吧。我想看看倩倩。她睡了。那我改天过来，帮我给她问声好。唐明轩，我答应过倩倩，如果她能康复，方家和唐家的恩怨一笔勾销。她一定可以好。徐磊，有事？你回来了。啊，这个是幻彩云烟拟定的媒体邀请名单，你看一下有什么疏漏的。咱们这一次邀请的媒体比之前多了不少了。多了有12家呢。媒体们对这次大秀非常感兴趣，说不定这场大秀会成为名媛的里程碑。我再看一下啊。夏总，您40分钟有个会面，该去准备一下了。啊，我现在就来。好。
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就在你身边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在你身体里面装了定位系统。哦，这怎么了？就是不小心用布砸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而且我看过医生了，医生说没事的。那你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嗯？别说我了。怎么都瘦了？还不是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吃关东煮。为了治愈你的小心情。心情还不好吗？见到你就好一点。那剩下的心情怎么办啊？这个要看你表现了。看我表现？那我就好好的帮你治愈一下吧。跟我来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包场啊！我早就不玩承包那一套了，可能是他们家生意不好吧。生意不好。那天的事，我知道，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才迫不得已走的，对不对？不然哪个男朋友会为了晃点自己的女朋友，专门跑到楼下才爽约啊？好啦，今天呢是我们在一起202天的日子，那纪念日快乐！纪念日快乐！我怎么觉得这酒喝的有点不对啊？是不是觉得我抢了你的台词？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就像龙卷风。我是觉得你就这么轻易的原谅我，是不是想跟我来个大招啊？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阴险，我有那么阴险吗？不阴险吗？你说我这求生欲不强，不就早就变成单身狗了？哎，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年轻了。本来就很年轻啊。是吗？可是后来和莫大设计师在一起了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有点苍老。明明更年轻，所以你要感谢我，你要请求一直跟我在一起，这样才能让你永葆青春。先把眼睛闭上。干嘛？请闭上。哦。可以了。这是上次你在巴黎给我准备的那些小灯泡啊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回巴黎了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爱，就和第一次跟你表白一样，而且呢，只会越来越多。开心吗？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？可是我不是很会哦。我也不会。
我曾经说过，我并不相信童话。童话从不告诉我们，住在城堡里的公主可能活得并不快乐。它也不会说，一腔孤勇的骑士没能战胜恶龙，反而被深渊吞噬。那些眷恋的青春故事，总是会随着岁月凋零，变成深夜里一声毫无意义的叹息。现在，我忽然发现，爱情或许是老天留给成年人最后的童话。它让你愿意去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个人会披荆斩棘而来，用最真的心、最深的情，认真地写出只属于我们的童话。有一位诗人说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也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，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。要感谢耀眼的你，让我人生的许多个瞬间都变得闪闪发亮。